嘿，大家伙儿早喽！3月18号星期二，比赛周的星期二，是不是？今天轻松跑，明天周三是合练。明天的课表是10个400米。上次大完马拉松之后的节目没有跟大家太详细说这次赛前我饮食有什么调整，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半年或者这几个月变化还是挺大的。看日出了，今天出门的时候只有0度。刚才看前面一位老先生穿一双飞影，可能是来旅行的，因为是陌生面孔。那天打完马拉松，起跑区有一老外，个儿也挺高的，一看就是不在这儿住的，来比赛的，穿了双不是一双，抱歉啊，穿了件中乔的背心儿，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买的。自从去年神户之后，那周心态大崩之后，就跟大家分享，我说以后再也不这样参赛了。再后来秋季没有目标赛事，也没有什么的专门的那种准备。到了春季大阪半马跟全马之前，我就放弃了以前的碳水超补的办法。以前我是怎么弄呢？以前是赛前这一周，比方就这一周，从昨天开始，从周一开始，我就不吃碳水了，一直不吃到周四晚上恢复第一顿，正常吃，然后周五、周六多吃，周六晚上少吃。我说多吃少吃都是指碳水。但是我发现人就是这样，人是会不自觉的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拧巴，越来越跟自己较劲的这么一种心态，或者说很多人是，也有我承认有心态特好的人。后来我这个习惯就发展成了什么呢？就发展成了慢慢的从赛前那周的周末就断掉了，后来又往前挪。神户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我是从赛前差不多12天就断掉了。一开始感觉还挺良好的。我记得神户赛前那个周末，我跑那个10公里强度跑，就是跑比马拉松要快的配速的10公里，跑的时候感觉都要晕过去了，就是越来越极端，每次比上一次多一天。就跟有时候我们逼自己训练似的。所以从去年开始，我其实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我的真实的经历，就是我自己在纠偏，自己在调整自己，不管是心态上还是做法上。所以神户之后是个大转变，因为那场比赛跑得也很艰难，带大家来大阪城的梅园看看，这里可香了。现在之后开春的2场目标赛事，一场大阪半马，一场大阪全马，我都没有像之前那么做。半马其实我以前也不那么做，以前最多就是周2、周3稍微少吃一口，但是没有全停。咱们主要说全马，这次大阪全马我是怎么做的？就是我完全没停，就完全没有控制比赛周4之前的饮食。大阪的全马今年是周1，所以差不多我是从周五开始多吃碳水，在周五之前，以前怎么吃还怎么吃。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完全放弃了之前那种做法。但是吃的
内容要调整，就是您不能说，比方说我以前我这一顿我吃200克肉，吃50克米，让您多吃的时候还吃200克肉，但是您吃200克米，那不行，就是减少其他的，尽量减少脂肪，就是减少肥肉。瘦肉的话呢，适当减少，因为瘦肉它其实饱腹感比较强，可能就是你吃完以后觉得比较顶，尤其是粮食再一吃多，可能这一天身体感觉体态不够轻盈。我的经验就是增加碳水，增加不一定是优质碳水，就是精米精面都没事儿。在我看来，精米精面都没事儿，就是少吃点肉，少吃点豆腐这种，就是占地儿的、不好消化的或者消化的慢的。虽然它瘦肉跟豆腐都是优质的食材，但是呢，马拉松运动员有的时候，你看为什么马拉松运动员有时候特别在意体重，或者特别在意说我受伤了不能练，我是不是吃这2口就不行了？是因为就是身体的那个轻盈感会慢慢消失，这有时候是心理的东西，它不一定是生理的。所以这次大阪全马之前就是这样，我周5开始多吃碳水，也不是一步就特多，慢慢的往上加。然后最多的一天是周6的晚上和周日的中午，因为周1比赛，大家周日比赛就往前错一天，就是周6晚上，然后周日早餐和周日的午餐，基本上就是80%都是碳水，剩下的20%的热量来自于别的。然后周1去比赛，这是这次的变化。但是呢，现在你让我说，我也说不好哪一种会更好，因为你不可能。我本田先生，哎，都红大嫂，因为你不可能同一场比赛、同一个身体状态去试2次。我可能能横向比较的，就是去年的大阪全马。去年大阪全马我是断碳水的，但是没有神户这次这么激进。那时候还好，那个时候我是从赛前那周的周末就不吃了。那时候挺难过的，因为一是断了碳水，二是那时候我对比赛的期许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觉得这是我的目标赛事，我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他身上。你希望越大，压力越大，因为你知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你不想失望，对吧？而且那时候我也迫切的希望在节目中给大家呈现一个更好的成绩，这是我的私心和虚荣心。因为平心而论，你说我做自媒体，不管我出于什么立场，我都希望在镜头前展现一个更好的我。我又希望展现的都是真实的我，那我只能真的做得更好。有时候挺难、挺累、挺辛苦的，真心话。所以那时候觉得我挺努力，对这场比赛有希望，我也觉得我的能力差不多。所以那场比较重视，就那么做的。2场比赛赛场上的体感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区别不大。我觉得区别不大，因为理智的说，赛前控与不控，最后多吃几天碳水以后，你可能身体存储的热量相差。我觉得我没有科学调查，我拍脑袋说可能100-200千卡，可能了不起了。对，昨天还说错了，昨天说的是一天就吃2700，不是270。这100-200千卡，其实在全马上不能说没作用，但是作用不大，是可以被补给和赛前当天早晨的补给策略所改变的。所以我就觉得，为了那100多、200千卡，可能都没有这么多，
而牺牲掉一周的心态是不好的，因为这一周的心态可能也影响比赛的状态。我当时就想，我说专业运动员们不光身体强大，心理肯定更强大，因为我这样我都这么大的压力，他们可能承担着完全我们无法想象的压力，所以专业运动员们可能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其实我总说，我每天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的价值，就我分享的不一定是完美的，但是是个参照。我特别希望能看到真正运动员们是怎么做的，这样的话在我不行的时候，在我面临选择的时候，我至少有一个参照，就是我想要什么我就这样，我不想要什么我就不那样。就是眼界还是要宽，不一定那么做，但是知道总比不知道好。所以那一年基普乔格成功破2那年，后来拍了个电影，他就说当天比赛之前那晚几乎睡不着，一会儿醒来一次，一会儿醒来一次。通过这个我就发现，哎，大多数比赛我睡得还好，就算睡得不好我也不太担心，因为我就发现这一次睡不好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巨大的影响。这就是对我的价值，它不一定让我去那么做，但是我知道那么做了以后不会有大问题就好。这两天我又看了个纪录片，回头跟大家分享，无意中刷到的，已经存在很久了，好像是央视的，好像叫什么就是想跑还是什么，就讲体校的。看着那些孩子们，我有时候就是我说句可能不太怎么说，不太上档次的话，就是有时候看别人吃了更多的苦，自己就想着有时候会退缩，真心话，就觉得你追不上人家。但是有的时候呢，就又会觉得有动力，就是不同的心境下看同样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体会。就像我跟大家分享赛前的饮食，1-2年前我笃定我那样做是对的，也不是说现在就说那样不对，因为那样也是有依据的，也不是我发明的，只是说我听到别人的分享，然后我践行一下。我践行当时的结果是那几场比赛成绩都不错，后来我也不确定是这个的问题还是精神压力问题造成我这么干，我不高兴，会越来越不舒服，也可能是我太极端了。换成今年这样呢，我觉得至少心情挺好的。也许我可能在这个心情下还那样做的话，我能再快半分钟，但是我可能就不要那半分钟了，这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这个回头或者调整是调得太极端，从完全那样就一下变成完全不那样，好像也听起来怪怪的。所以这周比赛周大家就酌情，真的酌情。想做严格碳水超补的，今天明天少吃2口，然后4、5、6多吃2口。这次唯一没变的就是到了我这年纪，周6晚上赛前那天晚上一定别多吃，7分饱，否则第2天早上起来巨难受，又不饿又吃不下去更难受，而且有的时候可能还会面临去卫生间的问题。万一您面临了去卫生间的问题，这心态就炸了。像我到我这年纪参赛，可能更多的我的考虑是调整自己的心态了。哎，你们看这摆出来了，天暖和了，很快这儿就有那种就自己带肉来烧烤，就跟当时在新加坡在那东海岸公园看见的那种，这挺带劲的。就是这儿的蚊子特别多，这儿跟新加坡不一样，这儿是不控制，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控制蚊子的力度，因为那边有那个骨痛热，就是登革热，这边没有或者很少。行吧，训练后聊啊。小伙伴们看喷水池拆围挡了，快要修好了。他写的是3月19号修好，那里边好像重新做了管道，重新
抹了水泥，中间的石头还没变。哦，这儿是这个都已经盖起来了，你们看，世博会2025，看，这可能是为了世博会来做的一个东西。看，世博会也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了，20多天。然后看看这个，这刚才我说的这个，啊，3月21号到5月11号，就这一片，刚才去那一片是付费的，价格不一样。看，B、C、D 是成人1800，学生900，然后 A 成人2400，学生1200。这还能追加，你看追加食材，卡路比，猪的五花50克，鸡肉100克，这些全算上是，还有菜，2400，反正不同种类，等于就是一露天烧烤，有2维码。这段时间来大本城玩的小伙伴们可以看看啊，露天烧烤还行。哎，3月18号星期二清晨。训练结束，今天就跑了17公里，平均配速4分57，运动表现良好，训练负荷较小，有氧效果维持，无氧效果没有效果。最快1公里4分19，平均心率139。行呗，今天跟大家分享赛前，我以前和现在，以前那条路越走越窄，然后和现在突然一个大的调整，好像也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赛前那一周确实，你说这次的大阪我紧张或者有压力吗？有的，因为也是目标赛事，也是几个月之间唯一的一场目标赛事，肯定是有的。但是因为吃的还好，所以心态小。当然每个人对付自己的办法不一样，就是每个人一是训练中给自己找点别扭，二是想点办法对付自己。我其实是个挺爱吃、挺贪吃的人。所以就只能靠这个。那有人喜欢玩游戏，有人喜欢听歌，有的人喜欢唱歌，这每个人不一样。你们看我后边这仓库，这是个仓库，这边好多这种形状的。我们家那边呢还有一个仓库，里边停的是2排车，就特别像柯南里就是工业明美最后的那个场景，一模一样。行，那这么着不跟大家多说了，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明天再见。